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意外離婚4載，她那順從的47歲前夫再獲佳音。一張婚紗照，一份離婚證，2個人體面的分手，換來了4年的成長與蛻變。曾經因為婆婆嫌她不常待在家裡不生2胎的趙麗穎，現在早已變成了個什麼事都靠自己、非常獨立的大女主。馮紹峰為了不讓愛人為難，選擇聽媽媽的話，在離婚4年以後，終於又傳來了好消息，迎來了新的人生轉折。其實，離婚之後，馮紹峰和趙麗穎各自展示出了最精彩的一面，也算是他們彼此最美好的歸宿了。分手之後，他們都過得挺不錯，各自都安然無恙。到了2025年，馮紹峰主演的《日掛中天》意外闖入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，讓人挺意外的。在首映那天，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媒體們展開了精彩的交流，瞬間把現場氣氛點燃，讓國內外記者都刮目相看。沒人曉得，為了這次亮相，他請了私教，反反复复練了1整年英語。以前，他為了更貼近軍人形象，和現役士兵一道在40度的高溫下一起吃喝住了整整2個月。劇裡那個滿臉炮灰模樣，喊得聲嘶力竭的馮小鳳，看得觀眾都直呼根本認不出這是當年的翩翩公子。離了婚之後，馮紹峰像是從娛樂圈無影無蹤，差點讓人覺得他已經退出圈子了。有朋友說，那時候他拒絕了不少拍攝，還經常獨自一人去爬山消遣。直到2年以後，他帶着黃雀在後重新亮相，想把警察演得逼真，他就跟着特警隊練了整整3個月。在那場追車的戲裡，馮紹峰為了演得更自然，堅持不請替身，結果把腳踝給扭傷了。不過，趙麗穎這邊也走上了不同的方向。離了婚，她並沒有按大家預料的那樣乘勝追擊，反而大幅度降低了曝光率，花了挺長時間才再次露面。有消息人士爆料，她拒絕了好幾檔綜藝的邀請，連那高價的代言也都禮貌地謝絕了。曾經合作的導演說，如今的她身上多了一份經歷沉澱後才有的從容不迫。2023年，趙麗穎被選為河北省影視家協會副主席。在行業座談期間，她沒有化妝，穿着樸素的白襯衫和黑褲子，和在場的人們專注地探討行業的現狀。她曾無聲無息地跑到甘肅的山區小學裡，和孩子們一塊上課、玩遊戲，完全沒告訴任何媒體。實際上，真正的體面不在於表面上的完好無缺，也不是假裝委屈或賣弄可憐，更不是借前任的熱度來博取關注。最重要的還是能為自己做出的決定擔起責任，在各自的道路上閃耀出屬於自己的光彩。離婚已經過去4年了，他們都找到了與自己以及這個世界相處的方式。從屏幕上的情侶到現實中的夫妻，2人的感情逐漸轉變成了真實的生活伴侶。2018年10月16日，趙麗穎在微博上只發了2個字：官宣。雙引號。緊接着，馮紹峰也發了一條微博，寫着“老婆生日快樂”。沒用多花裡胡哨的詞彙，卻瞬間點燃了全網的熱議。這對在《西遊記》女兒國裡走到一起的明星，除了戲裡情深，戲外也是人人心中的神仙眷侶。誰會想到，僅僅3年過去，這段婚姻就會用一句“日子很長，過去很好，願未來更好”悄無聲息地告別了。更讓人覺得意外的是，這場看似馮紹峰事業低谷時的離婚，竟然成為了2人生活轉折的開端。2016年在《西遊記》女兒國拍攝現場，有工作人員說，馮紹峰特別關心趙麗穎。那會兒橫店正碰着大熱天，馮紹峰總會特意吩咐助理多備一份降溫的東西給趙麗穎用。有一次採訪時，
主持人請趙麗穎用動物來比喻她合作過的男演員。談到馮紹峰，她笑着說：“白馬王子。”雙引號，這3個字一出口，她的臉頰就微微泛起紅暈，那份喜悅的感覺藏都藏不住。接下來的2年裡，兩人常常一起出現，照片頻繁被曝光。有網友在上海某個商場偶遇馮紹峰牽着趙麗穎逛街，馮紹峰一隻手拉着趙麗穎，有時候低頭跟她說悄悄話，眼神裡全是寵愛和溫柔。在2017年9月，有媒體拍到趙麗穎在馮紹峰家裡過夜。第2天早上，馮紹峰先出了門去工作，臨走前還多次回頭張望了一番。情侶倆那難捨難分的樣子，被鏡頭全都拍了個一清二楚，看得旁人都忍不住心裡發甜。2018年10月，兩個就直接跳過了公布戀情的步驟，直接曬出了結婚證，搞出了官宣這個火了的網絡詞兒。粉絲們一看，才發現趙麗穎的生日就是10月16日那天。馮紹峰在這一天宣布了結婚的消息，背後可是藏着點意思。婚沒多久，有人在北京的一家母嬰店碰見馮紹峰和老婆一起選寶寶的東西。趙麗穎手裡拿着2件小衣服，猶豫不決，馮紹峰便接過來跟她說：“喜歡就都買吧。”那會兒的他們也許沒想到，竟會有一天天彼此完全撕破臉，不再聯繫的那一天。充滿波折的愛情旅程。那時候，兩人離婚一傳開，大家對穎寶的支持簡直是一邊倒的熱烈。不過，這樣的不平衡和馮紹峰之前的感情經歷其實也脫不了關係。馮紹峰的第一次愛情對象是大學裡的同學，兩人在校園裡一見如故，心生好感，可惜因為各自的發展選擇而遺憾分手。畢業以後，一個打算留在北京，另一個卻收到了上海的工作邀約，這段異地戀最終也沒能堅持下來。2011年《宮鎖心玉》一播出，馮紹峰和楊冪的搭檔火得不要不要的，成了不少觀眾心裡的遺憾話題。楊冪感冒了，他特意熬了碗湯送到片場，微博上兩人互動也挺有意思，要不咱倆就談談。雙引號。楊冪後來挑了劉愷威，馮紹峰在採訪裡輕描淡寫地說，兩人之間的情感嗎？只適合留在戲裡。和倪妮的那段感情是他所有戀情中最火的一次，雖然在圈內外都知道，但除了和趙麗穎官宣之外，這次算得上是最引人矚目的一段了。他們曾經當眾打過賭，面對眾人直言，要是分手的話，名字就顛倒寫。雙引號。不過，經過3年，這對曾經如金童玉女般的組合，最終還是走到了盡頭。那個時候，當然也沒有兌現當初在大家面前立下的誓言。有消息人士透露，這次分手的原因挺複雜的，荷包裡也有不少因素，比如倪妮那陣子事業陷入低谷，再加上各種輿論壓力，都是牽扯其中的原因。馮紹峰的媽媽希望以後的兒媳能多關心家庭，這點也在後來他和趙麗穎離婚時起了不小的作用。到離婚那會兒，趙麗穎已經成了收視的保證，拿下了幾部熱播劇。馮紹峰的《金錢堡壘》票房不佳，結果被一些人調侃成靠老婆爬上去的。一時間，馮紹峰配不上趙麗穎的議論滿天飛。分手之後，還依舊有人打趣他被人取笑。不過，他用離婚之後的4年時間，證明了分開也能成為重新成長的開始。如今，馮紹峰已經變成娛樂圈裡少有的實力派演員，而趙麗穎在演藝圈中的表現也同樣令人矚目，光彩奪目。在這個變幻莫測的娛樂圈裡，兩人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，展示了什麼才是真正的未來榜樣。結語：現在，馮紹峰和趙麗穎依舊各自閃耀着光彩，依然保持着曾經令人迷醉的那份魅力。馮紹峰在採訪裡直言，走過低谷時期之後，才真正搞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麼。
趙麗穎在最近難得一見的採訪裡說：“人生不是只有一種路，關鍵是找到讓自己覺得踏實的那條路。”等到把兩個人的現狀比一比，才會覺得挺感慨的。畢竟，有時候分開並不是為了終結，而是為了迎接更美好的新起點。